张浩喝光杯子里的啤酒，像是有所顾忌又自嘲似的苦笑着。嘿嘿嘿，哎呦，我知道圆圆在哪儿了。这张浩啊，女儿失踪了。几年前的那个夏夜，张浩发疯似的拍打着我家的门，就问我有没有看见他的女儿。你让我进去看看，小孩说下午要来你家玩的，你见着没有啊？门外，张浩死命地拽着我的手，像是一头发狂的野兽。那个年代里监控很少，警察调查完主街的几个监控，那寻人启事贴满了街，张浩的女儿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了无音讯。这从那之后呢，张浩就着了魔。常规的手段查不到，张浩的家里就挤满了所谓的大师。可是这些大师无一不是骗子。张浩家财耗尽，也没找到关于女儿的一丁点线索。所以啊，当听到他说有女儿消息时，那我也是无比的激动。啊，你快说在哪儿？我跟你一块儿去。哼，去不了。陈果啊，圆圆的妈妈死得早，你就是我唯一的朋友，又是圆圆的干爸，我就求你一件事儿。这事儿啊很诡异，但是哪怕是有1/1000的希望，我也得去。要是我回不来呢，在家里卧室的第2个抽屉里，我有东西给你。这会儿啊，我们就坐在餐厅里离灯最远的一桌。夏天的夜很黑，我看不清他的脸。不是，你说什么呢？别他妈磨叽了，圆圆到底在哪儿？我这都急疯了，什么时候了，他还打哑谜呢？张浩抬起头来，久久地看着我，可是他的眼神却告诉我，他其实哪里都没看，只是茫然的一片。照片儿，圆圆在照片里。不是，哪里的照片啊？我忙问道。只要知道照片上的地方是哪儿，就有希望找到孩子呀。陈果啊，张浩强忍着泪水，颤抖着掏出一张像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报道。我掏出手机，借着手机的灯光，这才看清楚。纸张泛黄，看来年代已久。这报道上写着：本市出现海市蜃楼，奇特建筑清晰可见。这与其说建筑奇怪，倒不如说它的样子诡异。那是一座巨大的青铜门，就挂在空荡荡的天空上，跟周围的景色格格不入。更加离奇的是，通过周遭的景色对比，这照片里的门有将近40米高。我这本科学的就是建筑，世界上最大的门是山西临汾的华门，它的主门也不过才18米，可是这画面中的青铜门，那足足高了1倍有余。这地球上绝对不可能存在这种东西。在门正前方的地面上，就有一个小女孩身影正对着镜头。陈果，你看这个小女孩，她的身形，她穿的衣服，像不像圆圆？张浩哑着嗓子说道。显然当时的摄像者注意力都集中在海市蜃楼上，为了拍摄清晰门的样子，这拍摄者把焦距拉得很近，照片中的人因为比例而显得更加的渺小而且模糊，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出来是个小女孩的样子。哎，你看她身上的衣服，像不像圆圆穿的那件儿？
还有头发，圆圆的辫子是我给编的，我绝对不会认错的。不是，你先别着急啊，这海市蜃楼不过是光的折射，而光是不可能折射出现实中没有的东西的。这门虽然看起来挺诡异的，但八成就是相机成像搞的鬼。咱只要扫描照片，在网上慢慢找，一定能找到对应的地方。哎，陈谷啊，你以为我想不到这点吗？张浩痛苦地摆了摆手，看着报纸上那有年代感的彩照，我的心中突然腾起一股不好的预感。张浩看着我，用一种奇怪的表情一字一顿地说道：“这份报纸是1988年的。这张媛儿是2007年失踪的，那时候他11岁。1988年，他甚至还没出生呢。”这张浩的话就像是一声巨雷在我耳旁炸响。失踪许久的女儿出现在20多年前的报纸上，要不是有这张照片啊，我甚至怀疑这是因为长期的压力，他已经疯了。我也没打算让你相信。看到我怀疑的目光，张浩自嘲地笑了。陈谷啊，有时候我自个儿都觉得我自己疯了。不管这个女孩是不是圆圆，我一定得去找。不是，你怎么找啊？就凭这张真假都不知道的照片啊？这张浩是我最好的朋友，其实我也想尽快的找到张媛，可是就凭这一张旧报纸怎么找呢？去哪儿找？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那我跟着你。我坚定地说道。我自己有一点线索，你只用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就当是帮我最后一次。张浩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我不要再说了。我就瘫软在凳子上，那周围是鼎沸的人群，可是我的脑袋里却是一片寂静。我看着张浩远去的背影，想要再说些什么，却终于没有开口。几天之后，张浩失踪了。那时候啊，张浩就跟我约定了，他会用特殊的频率发短信给我，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就在3天之前，这份联系就中断了。那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报警，借助天网的力量找到张浩。可是应该怎么跟警察说呢？就说我这好朋友去寻找海市蜃楼失踪了，那会有人相信吗？我犹豫再三，还是选择报警。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也只能寄希望于警方的力量。那接待我的是一个40多岁的警察，我就很鸡贼的隐瞒张浩出走的原因，只是说呀，联系不到他了。警察详细的询问了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就让我暂且回去等待消息。我们这要是有他什么情况了，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对了，要是你知道他老家的话，可以先去找他的父母问一问。这张浩是独生子女，父母早就去世了。我站在警局门口，死命地抽着烟。这事儿似乎陷入了僵局。如果没有警方的力量帮助，仅凭我自己，这连张浩去向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想找到他，那无异于大海捞针。我一边抽着烟，一边用右手死命地捶着脑袋。一焦虑就头疼，这是我从小的毛病。接连捶了3、4下脑瓜子，头疼的症状减轻，我就开始思考出路。这或许真的只有那个方法可以找到他。我想起张浩离别前说的话，他说呀，让我在他失踪之后
上他家里去。张浩家呢离得不远，可是他失踪之后，我是一次都没去过。我下意识地抗拒到那儿去，即便是那里可能有张浩留给我的重要东西。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可以为了他人付出全部的人，虽然我也希望找到张浩和他的女儿，并且如果需要呢，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尽我所能。可是如今驱动着我前进的，那更多的就是对那张照片的好奇。那张照片上的小女孩的外形，那真的是太像圆圆了。那我以前也听说过，世界上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能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可是真有这么巧的事儿吗？一个跟张浩的女儿长相完全相同的小女孩，就碰巧出现在海市蜃楼的幻影中。这有这个可能性吗？更大的疑点还是那份张浩所说的1988年的报纸。以我对张浩的了解，他这并没有收集旧报纸的习惯。那么这张报纸又是从哪儿找来的？我决定先打电话给猴子。这猴子原名叫许佩，是我和张浩的发小。那小时候大家同住在一栋楼里，许佩因为瘦小的身材被张浩取了外号叫猴子。这后来的某一个时期，他俩因为某些原因大打了一架，从此不再说话。可是我跟猴子的关系却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我曾经试图修复两人的关系，可是这俩人都是那种执拗的性格，谁也不肯第一个低头。如今张浩有难，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帮手仍旧是猴子。这再怎么说也是从小一块拿尿和泥巴的交情，即便是后来有了矛盾，那也总不至于见死不救啊。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我就把这事儿完整的告诉猴子。在许久的沉默之后，电话那头就传来一声叹息。哎呀，你在哪儿啊？猴子很快就赶到我的住处。我和他因为工作距离的关系，也有好几年没有聚过了。这平常就是电话交流，这一次时隔多年又看见他，就觉得他是愈发的消瘦了。也来不及客套，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猴子。不是你这真不是在开玩笑啊？猴子表情凝重的看着我，我无奈的摇摇头。我俩这都好多年没说过话了，圆圆失踪这事儿，我之前还是从你口中知道的。哎呦，他这会不会是因为受了打击，导致他精神不正常了？我看过报纸上的照片，确实很像。那张浩也不像是精神失常。得，那就只能去看看了，看看他给你留了些什么。黄昏时，我俩来到张浩家所在的小区。这楼是老式的筒子楼，灯已经坏掉了，只能凭着记忆在黑暗中借着手机的亮光摸索前进。这筒子楼里充斥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就像是儿时老家里充满着秸秆燃烧后的味道。这种味道不难闻，但是也算不上好闻。我一时有些恍惚，就像是回到了小时候。张浩的家在4楼，我掏出张浩给的钥匙，打开门。那猴子先是发出了一声的惊叹，我被他吓了一跳，抬头，映入眼帘的是满墙的照片。这好像都是圆圆的照片啊。猴子沉默道。这张浩啊，继承了父亲摄影的爱好。只是妻子过世之后，他便不再外出拍风景，他把所有的爱都转移到自己的女儿身上。看到这些，我突然就泛起一阵的心酸。电因为欠费被停掉，我们就只能打开手机去卧室里寻找。
这东西挺好找的，拉开抽屉就能看得到。那是2枚黄铜钥匙和一张纸条。我感到有些失望，那本以为是什么怪力乱神的物件，结果居然只是2枚普普通通，一把略大一把小1号的5金店里5毛钱1枚的黄铜钥匙。我将纸条展开，借着手机的亮光勉强看清上面的字迹。这写的是杂物间3个字。那字迹很潦草，但是我看着有些眼熟。那张浩说的是老家的杂物间啊。猴子的反应很快，我点点头。钥匙有2枚，大的那把对应的应该就是老家杂物间的门。这老式的筒子楼会在楼对面空出一排低矮的小房子，供住户停放自行车和杂物。我家和张浩家共同拥有着一间的杂物间，那是我们儿时的秘密基地，也是我们拥有最多回忆的地方。这张浩口中的杂物间指的就是老家的杂物间。只是有一件事儿我却不明白，这为什么不能把事情的原委在信中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一定要用这种隐晦的方式引导着我去寻找呢？我这就想到另外一种可能，张浩是在防备着什么。我看向猴子，他也正好看着我。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虽然我们老家就在这个城市的西边，但是因为拆迁的关系，老家的房子在很多年前就被拆掉了。这也就是说呀，他给我们留了一把不存在的地方的钥匙。这说不通啊。正当我俩面面相觑时，那卧室的门被人给关上了。这门是被人用力从外边关上的。黑暗中突如其来的巨大关门声把我那心都吓得快停了。我靠！那猴子骂了一声，同时转身几乎是条件反射的一脚就踹在门上。门板挺厚的，他用尽全力的一踹，居然都没踹开。是谁？我叫了一声，门外就传来悉悉嗦嗦的声音。来人似乎是在找着什么东西。我去，这儿有贼呀！猴子第一个反应过来。我就开始后悔刚才进来时没把门给关上，这才被贼闯了空门。妈的，我报警了啊！我一边威胁着，一边再次的用力踹门，可是门依旧是纹丝不动。客厅里的翻找声音更大了。来，你让开！猴子一把拉开我，他向后退了2步，弓起身子，冲刺一般的用力撞向门。只听这门发出砰的一声巨响，这下总算是把这锁给撞断了，露出一条小缝。门缝很小，并不足以看到外面的情况。我急中生智，打开手机摄像头，将手机顺着门缝塞出去，先拍了几张照片。我这心里想啊，到报警的时候可以用作证据。不是，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拍照啊？猴子不等我拍完，一把拉开我，又踹了一次门。终于这人把门给踹开了，猴子第一个冲出去，我也紧随其后。门外的人像是早有预感，在我们撞开门的一瞬间就已经跑出门去。那天太黑了，看不清前面的路。我和猴子顺着前方若隐若现的疾跑声，一路扶着楼梯狂奔而下。我的头有些眩晕，隐隐约约的觉得不应该去追。那前方一开始还有人奔跑的声音，但是就在我们觉得离声音越来越近的时候，这声音突然一下子消失了。我跟猴子停下来，四周是漆黑的夜，根本就找不到方向。妈的，你真能跑啊！猴子喘着粗气说道。怕对方有同伙调虎离山，我们也不敢逗留，就赶紧
打道回府。气喘吁吁地回到房子里，我这才想起来打开手机。刚才我用的是连拍模式，受到光线条件和那个年代手机像素的影响，画面模糊得一塌糊涂，只能在照片中看到客厅里有一个身影，正借着手机的灯光在翻找着什么。显然是没想到我俩能这么快把门给撞开，也可能是看到我照相机的闪光灯了。那身影明显的犹豫了一下，接着头也不回的就向着门口跑去。看身形是个男人，这应该就是我们没关门临时起了歹意。客厅被刚才这黑影弄得是一片狼藉，堆在客厅的书和家具摆件散落了一地，我们只好打着手电筒一件件的给捡起来，一边骂着闯空门的小偷。我和猴子一边环视着这屋子里，看看有没有被偷走其他什么东西。当目光掠过墙壁时，我俩的动作停止了。那照片呢？猴子也发现问题，这照片是少了几张。刚开始我以为是掉在地上了，可是掉在地上的东西都被我俩收在手边了，并没有照片。这贼照片也偷啊！猴子骂道，显然他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奇怪之处。这闯空门的小偷不会对照片感兴趣，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随之而来的是后背不受控制的流下来的冷汗。那个黑影可能根本就不是小偷，而是跟我有着相同目的的人。我就把这想法告诉猴子。不是，你这意思是还有别人在追查张浩的下落呀？不清楚。张浩对我似乎也有所隐瞒。这事儿变得复杂起来，我的头又疼，于是不受控制的开始捶着脑袋。喂，你这老毛病还没治好啊？猴子看着我说道。我摇摇头，回想起照片中看到的场景。这当看到我踹开门时，那黑影的动作停了一下，明显是在犹豫什么，最后这才决定直接向着门口跑路。我试着把自己带入黑影，要是我是他的话，在看到对方踹开门之后，那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就逃跑呢？除非他在找的不只是照片，不然墙上的照片并不多，即便是没有找到想要的，也可以把所有的照片一并带走，最后再一一的区分。在这个客厅里，除了照片之外，一定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是他想拿走的。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客厅，最后目光落在手边张浩那年搬家时我送给他的茶几上。这茶几下面的抽屉把手上有个很明显的人为破坏的痕迹。这茶几的抽屉设计的也很奇怪，表面并没有插钥匙的地方，所以刚才那人折腾了那么久都没有打开。这下记忆一下子全涌上来，我几乎是颤抖着用手摸向茶几底下，在那里有一个圆形的钥匙孔，与它对应的是一把小巧的黄铜钥匙。我这试了好几次都没能把钥匙准确地插进去，我开始以为自己是搞错了，重复几次之后发现那手上全都是汗。猴子拍了拍我，我深呼吸了几口，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那钥匙插进去的一刻，我的心也被绷紧了。随着一声清脆的转动声，抽屉被打开，这里边是一部诺基亚的滑盖手机。这手机是张浩的，张元失踪之后，我便没有见他再用过这部手机。为了省电，手机被关机了，我也没犹豫，直接按下开机键。在黑暗中，手机发出惨白的光亮，万幸还有着1/3的电量。这手机里的内容被清空过，所有的这通话记录、
还有短信都被删除了，只剩相册里的一段视频安静地躺在那里。我这马上意识到，这可能就是张浩想要告诉我们的东西。视频在50万像素的摄像头下显得特别模糊，画面一直在晃动，显然拍摄者在录像时处在一个非常激动的状态。视频里是接近黄昏，拍摄者大概是在一个公园一样的地方，四周满是树木和鲜花，相机对焦在天空中，一直晃来晃去的，画面中偶尔间闪过一些白色的噪点。就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半分钟，拍摄者显然是在找着什么。就在我忍不住想要快进时，那画面又一次闪过一大片白色噪点。这时视频里出现男人的声音，就是那种面临巨大刺激时被刻意压低的声音。找到了。这男人的声音都有些变形了，可是凭借多年的熟悉，我还是一下就听出声音的主人。视频停在那里，在重复几次深呼吸之后，张浩又一次开口：我找到了，陈果。继而是画面的缓慢转动，他似乎在仔细地调试着摄像头的位置。在一连串的细微移动后，我终于看到他想要拍摄的东西，一座巨大的青铜门。那视频中突兀的就出现一座巨大的青铜门，就跟我在照片上看到的门极为相似。因为视频的关系，我第一次看到它的颜色，淡青色的大门在虚空中静静地存在着，就好像它本身就应该在那里。张浩可能是太激动了，画面又开始轻微的抖动。随着画面的抖动，这门又变得模糊起来。看到了吗？这就是报纸里的那片海市蜃楼。镜头反转，张浩的表情有些狰狞。看到了吗，陈果？我要去哪里？这视频就到这儿，戛然而止。我静静地看完整个视频，脑子里仍旧是一片混乱。猴子一脸茫然地看着我，显然他也无法理解这视频中发生的事情。我无力地瘫倒在沙发上，用力地拍着脑袋，试图把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儿都忘记。可是一闭眼，满脑子都是视频最后张浩扭曲的表情。喂，那照片上的门跟这视频里是一样的吗？猴子结结巴巴地说。我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有不同时间存在一模一样的海市蜃楼啊？我心头一紧，又一次打开手机，把这视频的详细信息调出来。视频拍摄的日期是张浩跟我最后一次见面的3天之前。也就是说呀，这段视频是在我俩见面前就录好的。张浩并不是为了让我明白事情真相而刻意返回去拍摄的视频。这就很奇怪了，在视频拍摄后，他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找我，非要等待3天之后？这3天里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明明有许多机会可以直接的告诉我，究竟是什么让他选择在见到我时沉默不语？夏天的夜晚有些微凉，我俩不约而同地看向黑洞洞的门口，内心突然泛起一阵的恐惧。那天晚上，我断断续续地做了好几个奇怪的梦，其中一个梦里，张浩站在杂物间的门前，他指了指我的手，我低头看到手中的诺基亚手机。你是要这个吗？我举起手机问他，他也不说话，只是盯着我笑。再次醒来就是中午了，
猴子睡在一旁的沙发上，就像一头死猪。我揉了揉僵硬的脖子，起身坐到沙发上。这老家拆迁之后，我已经很多年没去过那里了。这海市蜃楼的形成原理，科学上也已经解释得特别通透。但是真的存在用相机在特定的角度这才能看到的海市蜃楼吗？就是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海市蜃楼，也应该对应着真实世界里存在的建筑。可这视频中的门别扭的姿态和颜色又明显不符合现实构造。可如果那东西不是海市蜃楼，那又会是什么？我对这件事充满着巨大的好奇心，这份杀死猫的好奇心遮蔽了我的恐惧，让我忽略了张浩和他女儿失踪传递出的危险信号，忘记了这事儿的古怪程度，或许那根本就不是我能掌控的。我叫醒猴子，决定跟着他一块儿去老家那边看看。那时我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看似普通的决定，成了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在那之后迅速垮塌的一切都是因此而起。又或许当我决定探寻事情真相的那一刻，命运的齿轮已经悄悄地开始转动。如果能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不会去冒险。我会在那天晚上用尽一切的办法留住去意已决的张浩。可惜没有如果。我们没有选择开车，而是乘坐地铁来到记忆中的老地方。老家被拆迁之后就改成人民公园。我站在公园门口，莫名其妙的就想起溥仪回故宫买票的段子。好在人民公园免费对人民开放，这一点我们倒是比溥仪强点。你确定他说的就是这儿啊？猴子问道。我点点头。其实在看到视频的那一刻，我就明白张浩的意思。视频所在的地方就是老家杂物间的位置，只是物是人非。当年的东西早已被时间抹去了痕迹。我俩来到人来人往的公园中不知所措，好在还有视频，对照着视频里一晃而过的参照物，再加上10多年的生活经历的加持，总算这是找到大概的位置。当年杂物间的位置就变成了一片草地，我俩就像神经病似的踩在草地上摆弄着摄像头的方向。这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表情太过沉重了，一旁带着红袖章的大妈才没有选择在第一时间一脚把我给踹飞了。我仿照着视频里张浩的样子调整着姿势，却始终不见这相机中有海市蜃楼的画面出现。那事实上别说是海市蜃楼了，就连张浩视频里的白色噪点都没有。一旁的大妈在等待中逐渐的失去耐心。小伙子儿，你俩看到这禁止踩踏的标志没？这大妈终于是忍不住开口。现在这年轻人都怎么回事啊？3天2头的有路不走，来踩草坪。这我有点尴尬，不好意思的冲他笑笑。之前呀，也有人拿手机站这儿拍呢。你们拍什么呢？啊，有吗？长什么样子？哦，跟你俩身形差不多的一个小伙子儿，真不知道这有啥好拍的。这大妈嘴里啊嘟囔着，猴子冲着我使了个眼色，我马上意识到，他说的这人可能就是张浩。那座门几十年来没有移动过地方，如果张浩可以拍得到，那我们没有理由拍不到。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俩忽略了什么东西。我又一次看向对面的天空，我知道了，是时间不对。张浩那视频是黄昏拍的。猴子反应很快，一下就想到了。我打开视频，上面的时间显示是傍晚
7点10分。这怎么办啊？我就问他，你现在是中午，离黄昏还有一些时间呢。等着呗，还能怎么办啊？猴子说完就往旁边的躺椅上一靠。可是我这心情有些烦躁，并不能像他一般安静地靠在那里，于是开始找话题。喂，你和张浩是因为什么不说话的？那年暑假我和爸妈回老家了，这等我回来你俩就不说话了。就是一些无聊的小事儿，小孩子嘛，总会因为一些琐事吵架的。只是我俩这性格实在是太执拗了，这才导致渐行渐远。我点点头，这2个犟驴一样的人，那确实不容易相处。这说起来也好笑啊，到底儿一开始是因为什么吵架的，我都忘得差不多了，就只记得好像跟他爸有关。张浩他爸好像是因为他爸一个什么东西起了争执，然后就打起来了。呵，你还真够无聊的。小孩子嘛，就是这么无聊。猴子轻笑，突然就像想到什么似的看着我。哎，你说圆圆是怎么消失的？她就是失踪了呀。不是，我那意思是她是怎么失踪的？圆圆失踪那天有没有什么异常反应啊？张浩说小孩出去玩，这圆圆走时多大呀？猴子一边说一边比划着。那差不多11、12岁了吧？12岁。这么大的孩子应该不容易被拐卖。他对张浩说出去玩，说没说去哪儿啊？他说是要来我家玩。上你家玩什么？我这一时语塞。是啊，他到我家玩什么呀？不是，这圆圆为什么上你家玩啊？你一个大男人家的，又没有小孩的玩具，有什么好玩的？猴子看着我，不是，你这意思是说张浩在说谎？猴子点点头，他知道小孩那天下午去了哪儿了，但是他不想告诉别人。可是这为什么呀？他不想找女儿吗？这其中啊，恐怕是另有蹊跷。我这就回想起那天张浩在门外发狂的样子，那种撕心裂肺的痛不像是装出来的。哎，你说如果他一开始就知道海市蜃楼这事儿呢？猴子皱着眉问道。我仔细的思考，不禁感到后背发凉。你说他在找警察找不到人之后，就开始找一些算命先生。以我对他的了解，这张浩他可不是一个会相信这东西的人。那也许是病急乱投医呢。我们都是直的不能再直的工科男，如果1次2次的寻找，那可以解释说是病急乱投医了，但总不至于因为这些东西耗尽家财呀。对你我来说，用这些钱多贴一点寻人启事，那都比寄托在算命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来得可靠。可是如果是你看到视频中这些东西，你的唯物主义价值观会不会动摇？我看向猴子，所以我这才动摇啊。他应该是之前就接触过这种超自然的事儿了。也就是说，所以才会让张浩的唯物主义价值观动摇，转而去相信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这时猴子抬起头看着我，我很好奇，他究竟在那片海市蜃楼里看到什么东西了？这我们俩在长椅上相顾无言。张浩不告诉我这些，自然有他的道理。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儿非常的危险。他不想让我冒险，但同时又想让我救他。
这人就是矛盾的生物。张浩不忍自己的发小落入危险，但对于生命的渴望还是让他不自觉地找到了我，为自己留下一线的生机。天色渐渐暗下来，哎，时候差不多了。猴子看了一眼表，说道：“喂，那猴子，我一个人去就好。”为什么？这张浩去了都没回来，我不像你也这样。你跟我不一样，你还有妻子。嗨，早离了。看着我惊讶的目光，猴子笑了。哼，你说说，咱俩有多少年没像现在一样坐在一起，好好聊聊天了？哎，你知道的，我爸前些年高血压去世了。这工作之后，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的，不够来看看亲人，不够来跟朋友叙叙旧。空闲的时间里，就只想一个人待在家里边睡觉。结果一回头，亲人故去，老友也是渐行渐远。面前是落日余晖。猴子打开手机，切换成摄像模式。走吧，时候差不多了。他起身拽住我的胳膊。这如果能把那小子救回来，我一定得给他一拳，顺便再问问，这么多年了怎么不来找我？青铜门静静地漂浮在空中，散发出的压力就像是一座大山。我和猴子同时咽了一下口水。哎，咱怎么上去啊？就我怎么知道？这么高啊，那我又不会飞。似乎是比视频里还要低一点。我打开张浩的手机，递给猴子。哎，你看旁边那个参照物，这视频里的门在树梢偏上的位置，而咱们现在比视频里的时间晚大概半个小时，它已经沉到树梢下边了。你是说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降？这他妈还是个电梯呀！这我觉得张浩应该是知道海市蜃楼会沉下来，所以他才会说要去里面看看。那他怎么进去的？这总不能是直接走进去吧？谁知道呢？也许真是这样。来，咱俩用手机的照相机锁定建筑的位置，试试看能不能碰到他。不是，这太魔幻了，超出我的认知了。猴子揉着太阳穴，一座只能在视频里出现，一直不断变换位置的青铜门，这本就是一件超自然的事儿了。我的心里反而是没那么紧张了。这说到底儿，最糟糕的情况无非就是个死，但这如果能接触到这类奇异事件，也算是没白活。天色渐渐的黑透了，有一会儿我们在视频里甚至看不到门的样子，只能凭着感觉知道它大概就在那里。不久之后，路灯开了，借着昏黄的灯光，我俩这才发现门离地面只有1米多高。就这种眼前突兀的出现一个庞然大物的震撼感，那是没法形容的。虽然现实中看上去依旧是空无一物，但是在摄像头里那个巍然耸立的淡青色怪物，却在提醒着我们一切的真实性。走吧。我拉起猴子想要向前，却发现自己的腿哆嗦的厉害。我看向猴子，发现他也在发抖。不是，你让我先缓缓。猴子咬着牙说道。我点点头，顺便平复着自己的情绪。因为害怕，手里的手机镜头一直都在颤抖，画面中的建筑也是随着抖动扭曲着。行了，走吧。猴子长舒了一口气，用手扶着我拿手机的胳膊，使画面稳定。这个姿势就很搞笑了，
让我俩那看起来就像是两个跳交谊舞的大老爷们儿。可是这时候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艰难地迈出第一步，之后的路就好走许多。我们大概一边注视着视频，一边往前直走了2-3分钟，可是这青铜门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始终拉不近跟它的距离。就在我们想要放弃的时候，四周突然瞬间黑透，手机屏幕也是一暗，接着大门消失了。我靠！这猴子惊叫了一声。别急，手机没有夜拍功能，这应该是天色太黑导致摄像头捕捉不到画面了。我看向四周，那是黑压压的一片，应该是我俩太紧张了，这才没有注意到这段的路灯坏了。不是手电。猴子低声的催促。瞧你那怂样。我打开手电，猴子的脸重新出现在黑暗中。不是这倒霉玩意儿太他妈吓人了。猴子这嘴里啊还在嘟嘟囔囔的。我看向手机，这镜头里黑压压的一片，青铜门早就不见了踪影，光线太差了，摄像机根本就无法捕捉到图像。得，这啥也看不着了。算了，回家吧。我拍了拍猴子，猴子点点头。经过刚才这么一下，我俩都有点怂了。那大概往回走了几十米，我突然停下来看着猴子，他也是在同一时间看向我。你想说什么？猴子说道。那黑暗中我也看不清他的表情。你先说。我的心沉了一下。陈谷啊，这他妈不对劲儿啊！猴子顿了顿，这就说出我早就预感到却一点也不想听到的话。周围不时地传来吵闹的人声，可是我俩走了这么远了，却一个人都没看到。你听见了吗？我点点头。你谁他妈在说话呢？这就算是早有预料，猴子的表情还是一下子扭曲起来。人在慌乱时，判断力就会下降。尽管心里边很乱，但是我还是强迫着自己冷静下来。四周不断有喧嚣声传来，仔细听呢，却听出许多的古怪来。我居然听不懂那些声音在说着什么。这就像是游戏中为了使玩家带入剧情所用的模糊处理之后的背景人声，节奏频率跟人声很像，可是细听之下就发现根本就听不懂这些人在说什么。我看了看猴子，他也正在看着我，显然他也听出这声音的古怪。你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吗？他指了指四周的空气。我摇了摇头。你不会是真的撞邪了吧？喂，你别自己吓自己啊！我看这声音不像是生物发出来的。不是，那鬼是不是生物呀？嗨，那有鬼也不会吃你。你这细胳膊细腿的，吃了也不长肉啊！去你的吧！那你说这鬼东西是什么呀？哎，你听，这像不像电流声啊？倒是有点像。你身上有指南针吗？我表示没有。猴子又说，只要是铁的，那什么小东西都行。我这才想起来，我还有一块手表，于是急忙抬起手给他看。这一看不要紧，猴子当场就嘶的倒吸了一口凉气。我奇怪的看向表盘，这才发现铁质的指针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像是螺旋桨一样疯狂的旋转起来，而且看样子一时半会儿这都停不下来。
这磁场有问题。猴子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出一句话。我看着转得跟螺旋桨似的指针，要是指针转成这样，那只有2种可能，一种是现在我们正在地球的南北极附近，另一种就是这儿的磁场位置正在不断的变化。鉴于我俩穿着短袖还没被冻死，我就认为这第2种的可能性大一点。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猴子。这种磁场对身体有没有危害呀？猴子问道。我摇摇头说我不知道啊。可是不管怎样，这都不是迪士尼乐园。正当我准备带着猴子一块离开时，猴子突然拽住我的衣角。陈果，那是什么？他就站在我的对面，神色有些紧张。他指向着我的身后。那我被他说的也有点紧张啊，一时间也不敢回头。别动，先别动。什么东西啊？我也不清楚。对面路灯下边有一团黑雾，一团很黑很黑的雾。不是黑雾。我有些诧异。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感觉很奇妙。你怎么了？这我就意识到他有点不对劲。陈果，我要回家了。猴子痴痴地说着，他突然松开手，向着我的身后冲去。不是猴子！我急忙转身，终于看到身后那个东西。猴子没有骗我，那的确是一团黑雾，就好像是把黑暗吞噬了一样，静静地漂浮在半空。虽然只看了一眼，我仍旧感觉到眩晕。我抱住猴子的腰，不让他继续往前走。猴子就像是着了魔一样，不管不顾的一直往前行进着。不是猴子，你他妈醒醒啊！猴子就像是听不到，既然已经被我抱住，脚还在地上不停地摩擦着。他的目光一直看着那团黑雾，好像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我一边抱着猴子，一边将身子向后倾倒，用全身的力气拖住他。猴子的身体比我瘦小得多，一时间里也没法前进。我不敢直视黑雾，看猴子的样子，那恐怕是中了幻觉。用余光扫了一眼，确认这黑雾没有继续向这边移动，我就用身体一点点把猴子的手脚束缚住。猴子此时像是彻底被迷雾迷住了，不管我怎么叫他，那嘴里边就是一个劲儿的念叨着回家。我这看也没办法，只好强行把他那脸掰向我，用尽全身的力气甩了他一巴掌。这我用的手劲儿很大，巴掌声在空旷的夜里久久的回响。那猴子也是终于被我这一巴掌拍醒，愣愣的看了我一眼，不由得就想继续往后看。喂，别回头！我用力把他的脑袋别向我。我刚才是不是被那东西给迷住了？猴子揉着脸迷迷糊糊的说道。我点点头，这厮脑子反应倒是挺快的。这东西是能让人产生幻觉，刚才我眼前全是家里的样子。好在他不能移动，不然这么长时间早该过来了。那个不一定啊，他什么时候出现在那儿的？这刚才咱们从那儿走过来时都没看见这东西，他是突然出现的。你的意思是这玩意儿能瞬移？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啊？我怎么知道？不过肯定不是什么善茬。我又偷偷的瞟了黑雾一眼，他仍旧在原地，仿佛对我们没什么兴趣。现在怎么办啊？要无视这东西继续往前走吗？
我点点头，避免危险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跟他接触。我跟猴子面对面，慢慢的远离黑雾。猴子负责看前面的路，我负责观察后方的黑雾。这即便黑雾平静的就像是一汪死水，我仍是绷紧着神经。因为不敢直视黑雾，我只能不时的用眼角的余光观察它的动向。哪怕它向前1厘米，我也会立刻拉着猴子狂奔。这样的状态持续了没有多久，就在我第4次用余光瞥向它时，这黑雾不见了。与此同时，猴子停下脚步。陈果，这东西现在就在我眼前儿。我这大脑嗡的一声，黑雾带来的压迫感是来自灵魂的最深处，就像是第一次在动物园中见到浑身肌肉的巨大东北虎。那是一种来自基因深处的危机感。更加糟糕的是，我们跟这黑雾之间并没有安全玻璃。怎么办呢？猴子问我，他那声音明显都在颤抖。他现在在哪儿？我前方大概2米。你别直视他。我他妈知道，我是说现在怎么办？是跟他拼了还是跑啊？我抬头看向路灯的位置，在我这边的黑雾已经消失了。果然这玩意儿可以瞬移。你跑是跑不过的。我这心一横，干脆跟他拼了。人一下定决心，就会变得莫名的勇敢。我直接转过身子，黑雾就在离我们大概2步的地方。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原因，我感觉周围的温度似乎都下降了好几摄氏度。喂，我数3、2、1，咱一块儿冲过去，看看鸭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对猴子说道。你能行吗？那横竖咱也跑不过他呀，大老爷们儿不至于被这一坨雾给吓死吧？那行，拼了。就在我准备倒数时，这黑雾突然亮起来，这很难形容当时的情景。黑色的雾气发出耀眼的光芒，即便是我跟猴子已经刻意的没有直视它，依旧是被这光照得有些晃眼。有声音。猴子突然说道。我一开始还没注意到，听猴子这么一说，不由自主地集中精神。果然，在这黑雾里有声音传来，有人声伴随着滋滋啦啦的电流声，只是这声音失真严重，根本就听不清在说什么。接着，黑雾的光暗淡下来，我跟猴子下意识的同时向黑雾看去，这一看不要紧，一条惨白的人手赫然从黑雾中探出来。这我俩哪儿见过这阵仗，一时都慌了神儿。刚刚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瞬间被打了回去。猴子怪叫着就朝着黑雾的侧面逃跑，我也赶忙跟上。身后的黑雾中不时传来可怖的嘶吼，就像是钟摆一样，一下下撞击着我的神经。这我什么都不顾了，只知道跟着猴子在黑暗中一路的狂奔。这也不知道跑了多久，天空中不知什么时候下起大雨，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我们这才渐渐地恢复理智。我看向猴子，他也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刚才那是什么东西啊？猴子喃喃自语。我的心脏跳得厉害，回头用手电照去，万幸那团黑雾并没有再跟上来。不知道是不是雨声太大的缘故，耳边人群的声音也消失了。猴子擦了一把额头上的雨水。我们是不是着了道了？我这会儿就开始有些后悔牵扯进这档子事儿了。此时浑身都是湿漉漉的，我有些想念在家泡澡的舒服。真国，那是什么？这猴子冷不丁的又说道。
我按照猴子说的，把手电光重新打向来时的方向。雨很大，透过密密麻麻的雨点儿，手电光照得不远的地方出现一连片的低矮瓦房，这瓦房之间还穿插着老式的居民楼。咱来的时候有这房子吗？我是不是健忘了？我摇头，这公园建在市中心呢，像这样的老式民房早就应该拆除了。正当我苦苦思索，好像在哪儿见过这种建筑时，猴子又是一声惊呼。我回头去看，刚才的公园也不见了，变成同样构造的居民楼。我操，这他妈是哪儿啊？这猴子有点慌了神儿了。从看到那栋巨大的门开始到现在，我对这样诡异的事情已经有些麻木了，因此并没有十分的慌乱。雨太大了，四周并没有可以躲雨的地方，我更怕我俩被淋出什么毛病。要过去看看吗？这雨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下来。我这心一横，指着面前的建筑说。这我俩就一路的小跑奔向居民楼。可能是因为大雨的缘故，这路上是一个人都没有。看着眼前越来越清晰的楼宇，我的心中腾起一个更加不好的念头。显然这里已经不是我们原有的世界，但是真正站在那栋筒子楼前时，我才确定心中的那股感觉。这样的建筑我以前见过，就在记忆中几十年前的老家。这里啊，就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家。猴子也反应过来，那嘴张得特别大。我这不会是在做梦吧？猴子用力地拍着自己的脸。呵，这就算是梦，也太真实了。我用手摩挲着墙上的划痕，那是我小时候亲手刻上去的。建筑的质感如此的真实，我死死地盯着那些崭新的划痕，上面是我亲手刻的我们3个人名字的缩写。1楼是猴子家，因为在他家墙上刻字儿，我还被老太太骂过。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很难相信这种事儿。4楼亮着灯，那是张浩家。我跟猴子很有默契地互相对视一眼。你胆子大，你说进不进去啊？猴子说道。我心说，胆子大不代表不怕死啊，这筒子楼里还指不定有什么东西等着我们呢。正在犹豫时，雨中有一道手电光照射过来，那我俩本来就是惊弓之鸟，这一下更慌了神儿了。怎么办啊？快，杂物间！我这连忙掏出那把在张浩家拿到的钥匙，拽着猴子躲了进去。光晃动着越来越近，万幸雨实在太大了，对方应该根本就没看见我们。我俩躲在黑暗的杂物间中，大气儿都不敢出。1楼的楼道灯亮起来，透过门缝我就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打着伞，一边哼着歌，一边快步地进了楼。爸，天哪，那是我爸！猴子踉跄着向后退去。透过1楼的窗户，我就看到那个男人进了家门，打开灯，昏黄的灯光下映出男人的身影。没过多久，一个小男孩的身影映在窗户上。男人摸了摸小男孩的头，两人开始坐下一块儿吃饭。猴子则是瘫坐在地上。这不可能啊！我爸已经死了，他那骨灰都是我亲手装的，这不可能。这会儿我就怕他精神出问题，连忙把他扶起来。你冷静一点，这明显已经不是我们的世界了。猴子显然不能接受眼前这一切，我俩站在幽暗的杂物间里，静静地偷窥着对面的世界。房间里的灯黑下来，
他们睡着了。猴子转过身说道：“喂，那现在怎么办啊？”我的大脑一片混乱，一时没了主意。要去看看吗？猴子指了指4楼，张浩家说不定有线索。我否定他的提议，现在贸然的冲进张浩家里，那不是一个理智的做法。那咱们怎么办啊？现在是80年代，咱们的衣服跟他们都格格不入的，待在外边天一亮就被人发现了。如果对方是人的话。我沉默地看着他，突然就好像想到什么。喂，你有办法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吗？应该是暑假，只有暑假我爸才会这个点把我叫起来吃饭，其他时候他怕影响我学习，都是让我提前吃完睡觉的。去我家。我说着转身在杂物间的门梁上摸索起来。不是，你家没人呢？你找什么呢？钥匙。我一边摸一边回答，终于摸到一个金属质感的东西。这墙上的字儿是新刻的，刻字儿那年暑假我和爸妈都到乡下去了。这我俩也没敢弄亮楼道的灯光，摸黑到了3楼。保险起见，我敲了敲门，确定没人后，这才掏出钥匙开了门。这什么味道啊？从刚才就一直有。猴子一进屋子就皱起眉头。这是烧秸秆的味道啊！你不会连小时候做饭烧秸秆都忘了吧？这房子里啊，摆放的还是以前熟悉的样子。我一时有点恍惚。我从厨房里拿了几个干馒头片，猴子一开始还有些犹豫，最后那可能是实在饿了，我俩就就着咸菜和白水，算是对付了这顿晚餐。食物带来的饱腹感提醒着我们这一切的真实性。这下可怎么办呢？咱俩咋回去啊？猴子边啃着馒头边说道。我就说呀，我也不知道啊，这公园都消失不见了，就算要原路返回，那也不知道怎么返回呀。也许咱们可以先找到张浩，他说不定知道怎么回去。你觉得呢？你怎么不说话呀？见我低头不语，猴子焦急地问道。刚才黑雾里伸出的手上有一块手表。我抬起头看着猴子，那块表好像跟张浩的一样。靠！这猴子闭上眼倒在沙发上。所以到底怎么办呢？咱根本就不属于这世界啊！如果没有那张该死的照片，对了，照片！这猴子嘴里念叨着，突然他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那照片是不是张浩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我下意识的点头。我好像想起我俩吵架的原因了。就有一年暑假你回老家了，我跟张浩在楼下玩。张浩回家上厕所时，有一个陌生男人走过来，他借过张博的相机，对着天空拍了一阵。过了几天，张博就因为拍到家门口的海市蜃楼上了报纸。可是我始终觉得那张照片不像张博拍的，那张浩就不服，我俩越吵越凶，就打了一架。你是说那张照片是张浩他爸拍的？我觉得是那个陌生的男人拍的。毕竟谁会没事浪费胶卷对着自家门口拍天空啊？那你对那个男人有印象吗？这个记不清了。猴子揉了揉太阳穴。我就在想，那黑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吞噬了张浩，那为什么不攻击咱俩？我有一个想法，如果我们把黑雾
当成一种规则呢？啊，规则？我有点疑惑。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则，我们把原来的世界称为表世界，把这个过去的时空称为里世界。存在于表世界的我们不可能与里世界的我们共存。可是咱们确确实实存在啊，这就是矛盾的地方。同一个时空上不可能存在两个一样的原子，即使这两个原子分别来自过去和未来，宇宙一定会修正这一点。那你是说？我的心里渐渐地产生一个可怕的想法。猴子点点头。那黑雾恐怕就是这世界的规则，如果我们触犯规则，它就会有所行动。那么这规则是什么？很简单，不要跟自己见面。你还记得后街坊的老刘头吗？研究理论物理的那个教授。我不明白猴子的意思。不是，你提他干什么？这一看你就没好好听过人说话。那老刘头以前跟咱俩讲过类似的故事。总而言之呢，正电子和负电子在相遇的一瞬间就会泯灭成电磁波。我可不想变成那样。其实也不用这么着急，那扇门一直都在那儿，咱们只要用来时的方法接近它，也许就能回去。可是咱们那手机都已经没电了，总会有办法的。猴子看着墙壁，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我揉着太阳穴，仰躺在沙发上，天花板上绿色的蝙蝠牌风扇吱吱呀呀地转着。这一觉很长，迷迷糊糊中楼下传来小贩儿的叫卖声。我睁开眼，发现猴子不见了。我一个机灵，差点从沙发上弹起来。环顾四周，发现猴子正站在厨房抽烟，他的眼睛透过窗户死死地盯着楼下。你这哪儿来的烟啊？我问道。我记得猴子已经戒烟很久了。那你爸的？他指着茶几底下。我不禁愕然，这母亲是不让父亲抽烟的，父亲一直偷偷地把烟藏在茶几底下。呵，这猴子连这个都记得。有衣服吗？咱们换几件衣服下去看看。这我俩就换上我爸的格子衫。我站在门口犹豫着，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开门。猴子当机立断，一下就把这门拧开，走了出去。时间已近黄昏，楼下响起罗大佑的知乎者也。我们三个家庭条件都挺好。张浩的父亲一直以来还挺潮的，从他玩摄影就能看出来。我俩就跟做贼似的，快步跑下楼，生怕是被人发现了。雨已经停了，天亮起来。我跟猴子揉着眼睛，一切都像是在做梦。街上是来来往往的人群，大部分衣着朴素，但是也有极少数穿着喇叭裤、花衬衫，戴着个大墨镜，一看就不像是什么正经的年轻人。咱这去哪儿？猴子问我。哪儿也去不了。我们身上装的人民币要是拿出来，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两个身无分文的人，除了像流氓一样在街上溜达，什么都干不了。我要赶快找到回去的办法，不然这没有钱，吃饭也成问题啊。我对猴子说道。喂，猴子！我见他没反应，一抬头才发现他定定地看着后面。身后的男人笑眯眯地冲我俩点点头，然后急匆匆地走了。这是我爸上夜班去了。对了，我们可以用张浩他爸的照相机。我说道。刚才我在楼上时，就看到张浩的父亲正在楼下不远处低头摆弄着照相机，年幼的猴子就站在他的身旁。我就让猴子先躲在一边，
因为谁也不确定这两个不同时空的个体相遇之后会发生什么。我平复心情，换上笑容，向着张浩的父亲走去。您这相机不错呀。我走到他身边，身旁还是孩子的猴子抬头看着我，我竟然有些不敢跟他对视。呵呵，这不是啥正经相机，只是富士牌的拍立得。张浩的父亲不好意思的笑笑，很大方的就把相机递给我。是这样，我也喜欢摄影，我能用它拍一下吗？不白用，我把我这手表递给你。说着，我解开我的手表递给他。嗨，你玩呗，这一卷胶卷咋能抵得了一块手表啊？张浩的父亲把手表退给我，我拿着拍立得，站在杂物间的门口，对准天空，按下快门。哎，小孩，你是叫许佩吧？我对还是小孩子的猴子说道。小孩点点头。啊，你爸在那边街角等你呢。我对他说。小孩很有礼貌，冲着我道谢，然后向着街道奔去。一旁的猴子赶忙快步走过来。拍立得拍出照片的速度很快，我将照片递给张浩的父亲，在他惊讶的表情中，我和猴子一边向前走，一边看着相机调整着方向。陈果，我怎么感觉哪里怪怪的？猴子小声地说道。不要去想，现在咱们只要快点回去。我没有看他，事实上我心里也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猜测。难道我当年看见那人是你？也许吧，我随口说着，看着天空中的青铜大门，我的大脑是一团糟。等天空中的门快落到地面时，我俩也差不多快走到了。我跟猴子很有默契的互相对视一眼。叔叔，就在我俩准备跨过门时，一个声音打断了我。我转过身去，这是年幼的猴子拉着我的衣角。我怎么没找到我爸爸？我这心脏一下绷紧，连忙去看猴子。猴子也正神色复杂的看着年幼的自己。这或许是感觉到猴子的目光，小孩抬起头看向他。不要！我这急得喊出声来，似乎只是一瞬间，猴子的身后就出现那团熟悉的黑雾，接着黑雾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快速膨胀，没有反应的余地，猴子就被黑雾吞噬。猴子，叔叔，你怎么了？小孩看着我，似乎没有看到发生在眼前的一切，而且看他的反应，那不如说就连猴子这事儿都忘了。而我的发小猴子就这样被世界修正掉了，消失在这个世界人的记忆中。黑雾在吞噬掉猴子之后，似乎并不满足，慢慢的朝着我靠过来。我全身的神经都炸开了，什么也顾不上，只能拿起拍立得，向着那扇漂浮在空中的大门跨去。朦胧中，四周传来吵闹的人声。我小心翼翼地睁开眼，浑身的衣物就像是在水中浸过一样。老房子重新的变回公园。我看着手中的拍立得，有些晃神儿，无心顾及周围的人群，只知道一直走，直到走出公园，坐上出租车。司机问我去哪儿，我下意识地告诉他张浩家的地址。那张报纸一定还在张浩家里的某个角落，只要对一对日期，就可以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不是我心中所想的那样。我的身上还留存着老房子的味道，司机看我的眼神有些异样，但此刻的我已经不在乎了。天色渐晚，我打开张浩家的门，就跟我们走时几乎是一样的。就在准备开始找那份报纸时，我抬头看到了墙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张浩女儿的照片。
在那些照片中，我看到2张特别的照片，一张是张浩的女儿站在老家的杂物间前，她身后的天空中漂浮着模糊的门；还有一张是张浩与其父亲的合影。令人诧异的是，照片中他的父亲似乎年轻了很多。看来张浩不止一次地利用那道门穿梭过去和现在，甚至还带上他的女儿。同时可以证明一点，这个张浩欺骗了我。我内心渐渐产生一个可怕的想法，如果说张浩曾经多次在那道门里穿梭往返，手机里的视频就只能是专程拍给我用来做戏的。换句话说，张浩为了让我有去异世界里救他的可能性，而不至于被这诡异的一切吓退，一直都在一步一步地引导着我。他不一定是想伤害我，但是一定是无意识地在给自己留着后路。我深觉自己早已经了然人性，只是一时间无法将猴子的死和张浩的自私划分开来。我不断地问自己，如果是我遇到这一切，我会怎么做？只是我不确定，难道这10几年的友谊，张浩连这点信任都不愿意给我和猴子吗？张浩不是那种多疑的人，他应当知道，如果实话实说，我们不可能不去管他。而且如果他对我们实话实说，那明显比我俩一无所知的去救他更加有利。然而还不等我细想，门口突然传来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我这一下慌了神，只能先藏到卫生间里。黑暗中看不清来人的脸，他们一边说着什么，其中的一个人似乎很难受，一下一下地捶着自己的脑袋。他们在客厅里待了一会儿，然后就走进卧室，就好像是要去找什么东西。可能是嫌卧室的光线太差，其中一个人打开手电筒。当我看到他的脸时，我的身体就像过电一样僵在原地。我看到了我自己，那几秒钟就像是过了一个世纪。我很快地反应过来，整个事件的真相就是这样。张浩在无意中发现那扇漂浮在空中的门后，并没有选择告诉其他人，而是利用它不断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往返。也许他只是想看看亲人，偶尔他也会带着女儿一起去到那里，但是最终还是出现意外。或许是张浩，或许是他的女儿，又或许是其他的什么东西触发黑雾的机制，张浩的女儿被吞噬，而张浩就跟现在的我一样，被随机地扔在最后一次去往异世界的某一个时间点。真正的张浩或许已经跟他的女儿沿着时间线去了异世界，而报警拍视频的一直都是另一个张浩。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什么一直不肯实话实说，而要用这种欺骗的手段引导着我们去救他。因为出现在我面前的根本就不是那个我熟悉的张浩，那个哭着敲我家门的张浩，那个在饭店里递给我旧照片的张浩，或许他们就跟现在的我是一样的，只是另一个平行世界来的人罢了。我深吸了一口气，看向门里，里面的我还在跟猴子说着话。如果我现在出现在他们面前，或许可以阻止接下来的悲剧发生，猴子也许就不会死。可是就在我准备推门而出时，大脑突然间像放电影一样重复着这几天的经历。猴子被吞噬前的惨叫声一遍遍地在我脑中回放。我放下按在门上的手，整个宇宙都有着自己的规则。这个世界里已经有了一个我，那如果我再出去，恐怕这个世界的我和现在的我就像是正电子和负电子相遇一样，
会双双的泯灭在这个世界中。也许可以一走了之，但是我还能去哪儿呢？这里已经是现实的世界了。这一秒漫长的就像一个世纪，然后几乎是没有再犹豫，我快步走到卧室门前，重重的关上那扇门。